兒子為了吃冰糕掉進了冰櫃，可婆婆還在跳廣場舞，我還在醫院上班，我給婆婆打去電話。媽，樂樂明天要考試了，你看着他好好寫作業。放心吧，兒媳，他在我邊上寫的可認真了。奶奶救我，我好冷，奶奶。1小时前，我的婆婆孙桂蘭正坐在沙發上，往嘴唇上涂着口紅。奶奶，我想吃一根雪糕。冰箱裡有，自己拿。吃完趕緊寫，別告你媽。樂樂委屈地捏着衣角。可是奶奶，那個大冰櫃太高了，我夠不着。孫桂蘭一邊換上跳舞的紅皮鞋，一邊隨口敷衍。夠不着你不會踩凳子，長那麼大個子白長了。可是媽媽說踩凳子危險。你媽說，你媽就是個事兒精。我馬上要遲到了，副队長还等着我领舞呢。孫桂蘭拿起鑰匙走到大門前，她看了一眼樂樂，似乎怕他趁自己不在家跑出去玩。你在家给我老實待着，我從外面把門反鎖了，誰敲門都不許出聲。奶奶，你什麼時候回來？跳完就回來，自己去拿雪糕。砰的一聲，大門被重重關上，緊接着是鑰匙反鎖的聲音，屋子裡瞬间安靜下来，只有牆上的掛鐘在滴答作響。樂樂嘆了口气，走到儲物間，那裡放着一個老式的臥室大冰櫃，那是周成用來囤冻豬肉和海鮮的，蓋子極其沉重。樂樂搬來一個塑料小板凳，放在冰櫃前，他踩上板凳，踮起腳尖，用力推開冰櫃沉重的蓋子，一股刺骨的寒气撲面而來。巧克力雪糕在哪裡呢？樂樂半個身子探進冰櫃裡，在一堆凍肉中翻找，塑料板凳的腿在光滑的瓷磚上微微打滑，樂樂的手終於摸到了那個熟悉的包裝袋。找到了！就在這時，塑料板凳猛地一歪，樂樂腳下一空，整個身體失去平衡，頭朝下栽進了冰櫃裡。砰的一下，老式冰櫃那沉重的蓋子因為失去了支撐，瞬間扣上，架子上的袋子砸在冰櫃上，壓住了櫃門。樂樂驚恐地拍打着冰櫃的內壁。奶奶，救命啊！放我出去啊，奶奶！门外只有死寂。有没有人啊？救救我！李醫生，120送来個重傷患者，馬上到。我猛地抬頭，手裡還攥着剛剛掛斷的手機。5分鐘前，我剛給婆婆孫桂蘭打過電話，她說樂樂在好好寫作業，可不知為什麼，我的右眼皮一直狂跳，心慌得厲害。我一邊往搶救室跑，一邊給老公周成發了條語音：外面風太大了，你送完這單趕緊回家看看樂樂，我總覺得心慌。周成的消息回得很快：老婆，你別瞎想，媽看着呢，能有什麼事兒？我這單快抄齊了，馬上要扣錢了，回頭再說啊。我深吸一口氣，強行壓下心頭的不安，衝進搶救室。可我不知道的是，此時此刻的家裡根本沒有樂樂寫作業的身影，只有反鎖的大门和儲物間裡那台沉重的老式冰櫃。半個多小時後，搶救告一段落，我脫下手套，走到洗手池邊，兜裡的手機突然瘋狂震動起來。我掏出手機，屏幕上顯示着樓下趙姨的名字，我趕緊按下接聽鍵。小林啊，你家是不是進賊了？我怎麼聽着你家樓上老有咚咚的悶響啊？我心裡咯噔一下，連手上的水都顧不得擦。趙姨，我婆婆和樂樂在家呢，可能是孩子在玩闹。没有啊，我剛在樓下小廣場看見你婆婆了，她穿着大紅裙子，正搁那兒領舞呢。您說什麼？我婆婆在樓下跳舞？對呀，我敲了半天你家门，裡面反鎖了，根本沒人應。那动靜聽着可瘆人了，就像是有人被關在什麼櫃子裡砸門一樣。好，我知道了，趙阿姨。趙姨的话像一记重錘，狠狠砸在我的太陽穴上。婆婆在樓下跳舞，那她剛才在電話裡說樂樂在她旁邊寫作業，是騙我的。她把一個7歲的孩子單獨鎖在家裡。我立刻撥打婆婆的電話。對不起，您撥打的電話正在通話中。我又打了一遍，這次直接變成了關機。我手指顫抖着撥通了周成的電話。周成，你馬上回家。老婆，又怎麼了？我這單真要超时了。扣錢重要還是兒子重要？趙姨說家裡門反鎖了，有奇怪的砸門聲，媽根本沒在家。周成愣了一下，隨即語氣輕鬆起來。哎呀，能有什麼動靜？估計是風吹的門響，媽可能就是下樓買個鹽，你別一驚一乍的。周成，你現在立刻馬上給我滾回去！我的聲音因為極度的恐懼而變了調，引得旁邊的護士紛紛側目。周成似乎被我的語氣嚇到了，不情不願地嘟囔：行，我這就給媽打電話問問，你先別急。
電話掛斷，我靠在洗手池的邊緣，手腳發涼。一種前所未有的恐懼感油然而生。我打開手機裡的智能家居軟件，連接了客廳的攝像頭，畫面緩衝了幾秒鐘，亮了起來。客廳裡黑漆漆的，沒有開燈，茶几上散落着樂樂的作業本，旁邊還放着婆婆那支沒蓋好的口紅。我把音量調到最大，把手機緊貼在耳朵上，我隱約聽到了一聲極其微弱的動靜，很沉悶。樂樂，你在哪兒？我對着手機屏幕大喊，可回應我的只有長久的死寂。林醫生，3號床病人血壓下降。我咬緊了嘴唇。周成，你最好祈禱兒子沒事。我放下手機，重新衝進搶救室。搶救結束後，除顫儀的充電聲在耳邊回盪，可我的腦海裡全都是監控裡那聲沉悶的聲響。那到底是什麼聲音？家裡除了衣櫃，就只有儲物間裡那台老式冰櫃。那台冰櫃是婆婆當年從廢品站淘來的，蓋子極重，連我單手掀開都費勁。如果樂樂……我不敢再想下去，冷汗濕透了後背的衣服。林醫生，你臉色怎麼這麼差？我強迫自己冷靜，雙手卻控制不住的微微發抖。沒事。此時此刻，周成正騎着電動車停在紅綠燈路口，他看着外賣箱裡快要超時的餐盒，又看了看手機。他撥通了婆婆孙桂蘭的電話，電話通了，背景音依舊是震耳欲聾的廣場舞神曲。媽，你到底在哪兒呢？哎呦，兒子啊，怎麼了？孙桂蘭的聲音听起來春風滿面。林婉說你沒在家，趙姨說家裡有動靜，你把樂樂一個人鎖家裡了。孫桂蘭在電話那頭翻了個白眼。那個姓趙的老太婆就是見不得我好，她嫉妒我當了領舞，故意咒咱們家呢。那你到底在哪兒？樂樂呢？孫桂蘭眼珠子一轉，撒下了一個彌天大謊。樂樂就在我旁邊看我跳舞呢，他寫完作業了，非要跟着我下來玩。行了行了，馬上到我领舞了，不跟你說了。媽，你拍个视頻我看看。周成的話還沒說完，電話裡就傳來了忙音。看着被掛斷的電話，他陷入了猶豫。前方是即將超時的外賣，後方是老婆一驚一乍的催促。他咬了咬牙，選擇了相信自己的親媽。媽都說樂樂在旁邊了，林婉就是太神經質了。周成擰動油門，繼續衝進狂風中。而此時的小區樓下，趙姨焦急地在樓下轉圈，她實在放心不下，找來了物業經理。經理，你趕緊找人把這門撬開吧，我真聽見裡面有小孩拍門的聲音了。物業經理是個大腹便便的男人，一臉的不耐煩。趙阿姨，您別開玩笑了，這防盜門撬一次好幾百，沒戶主簽字，強行撬門要賠錢的。萬一您是年紀大，耳朵聽差了呢？我耳朵好使着呢，那動靜絕對不對勁兒。就在這時，鄰居家8歲的小胖從樓道裡跑了出來，他手裡拿着一把玩具槍，好奇地看着他們。趙奶奶，你們在幹嘛呀？小胖，你剛才聽見林阿姨家裡有動靜沒？小胖吸了吸鼻涕，認真地點了點頭。聽見了，不是槍響，像有人在那個大冰櫃裡敲。物業經理愣住了，小胖繼續語出驚人。我上次和樂樂躲貓貓，他就帶我去看過那個大冰櫃。趙姨的臉色瞬間變得慘白，她轉頭看向物業經理。你聽見沒有？是冰櫃，再不開門，裡面死的就是孩子。物業經理也被嚇到了，趕緊掏出對講機。老李，帶上撬棍，快來3號樓2單元。同一時間，周成的外賣車在轉彎時，突然被一陣狂風刮倒，砰的一聲，外賣箱重重砸在地上，裡面的湯汁灑了一地。周成狼狽地爬起來。就在這時，他的腦海裡突然閃過樂樂前幾天說過的話：爸爸，我最討厭奶奶跳舞的音響了，太吵了，震得我心慌，我再也不會去看她跳舞了。周成的動作猛地僵住了。媽在撒謊，媽在撒謊，樂樂根本沒在她身邊。他扶起電動車，直接扔下外賣箱，發瘋般的往小區的方向狂奔。樂樂，千萬別出事！他一路狂奔，刺耳的汽車喇叭聲在他耳邊此起彼伏。你找死啊！周成根本聽不見。周成騎到小區門口，扔下電動車，幾乎是連滾帶爬地衝進了小區大門。急診室裡，我靠在搶救床邊，大口喘着粗氣。李醫生，家屬在外面鬧起來了，要見你。我強撐着站直身體，推開搶救室的門，剛走出去，我就迫不及待地掏出手機。沒有周成的未接來電，也沒有趙姨的新消息，我心裡的不安放大到了極點。我再次撥打周成的電話，漫長的等待音，每一秒都在凌遲我的神經。終於電話通了，傳來的卻是周成粗重的喘息聲。周成，你到家沒有？樂樂呢？我剛到樓下。周成的聲音抖得不成樣子。物業正在撬門。老婆，門開了！電話那頭傳來金屬斷裂的刺耳聲響，緊接着是死一般的寂靜。周成，你說話呀！你看到樂樂沒有？
你看到乐乐没有？屋里没人。周成的声音像是在冰水里泡过一样，透着绝望的寒意。客厅没有，卧室没有，厕所也没有。储物间呢？是储物间啊！电话那头传来沉重的脚步声，周成一步步走向那个平时堆满杂物的储物间，门是虚掩着的。赵姨站在门外，浑身发抖，指着里面：“周成啊，你快看看那个柜子！”周成扔下手机，踉跄着扑了过去。他双手死死扒住冰柜邊緣，手掌在剛才摔車時被劃破了。周成發出了一聲野獸般的嘶吼，他拼盡全身力氣，一把掀開了那扇沉重的蓋子，一股刺骨的寒氣撲面而來。看清裡面畫面的那一刻，這個身高1.8米的7尺男兒雙膝一軟，撲通一聲，直接跪在了堅硬的瓷磚上。電話沒有掛斷，我清楚地聽到了周成那聲撕心裂肺的哀嚎。手機從我手裡滑落，重重砸在地上，屏幕碎成了蛛網狀。林醫生，你怎麼了？護士長衝過來扶住搖搖欲墜的我，我推開他，瘋了一樣往外衝。我要回家，我兒子出事了。而此時的小區裡，孫桂蘭的廣場舞隊友正拿着手機在業主群裡發視頻。視頻裡，孫桂蘭穿着鮮豔的大紅裙，手裡拿着紅綢扇，臉上塗着厚厚的劣質粉底，她正對着鏡頭笑得無比燦爛，比了一個大大的愛心。群裡立刻有人捧場。孫姐今天這領舞絕了，太有精神了。就是孫姐這狀態，哪像帶孫子的人啊，太自在了。孫桂蘭看着群裡的誇讚，得意地揚起了下巴。她完全不知道，她的親兒子正抱着樂樂那渾身結滿白霜的小軀體，像個瘋子一樣衝下樓梯。救命啊！救救我兒子！樂樂已經沒有任何意識了，他蜷縮成一團，嘴唇凍得發紫，睫毛上掛着冰茶，可他的小手還攥着一根巧克力雪糕的包裝袋，那是他最想吃的東西。周成抱着孩子衝出單元門，讓開！都給我讓開！正好撞上了剛跳完一曲正在喝水的孫桂蘭。孫桂蘭被撞得一個趔趄，手裡的保溫杯掉在地上。哎呦，哪個不長眼的！他剛要破口大罵，看清來人後，他愣住了。周成，你不在外面送外賣，跑回來發什麼瘋？周成停下腳步，他雙眼猩紅地盯着眼前這個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女人。你看清楚，這是誰？孫桂蘭漫不經心地瞥了一眼，下一秒，她手裡的紅扇子掉在了地上。樂樂，哎呦，我的乖孫兒，他怎麼凍成這樣了？閃開！周成躲開他，抱着孩子衝向路邊的出租車。師傅，去市醫院！快！出租車在路上疾馳，周成緊緊把樂樂抱在懷裡，用自己的體溫試圖去捂熱那具冰冷的身體。無論周成怎麼搓他的手，怎麼呼喚他的名字，他都沒有一絲回應。師傅，求求你快點，再快點！周成急得拿頭去撞車窗玻璃，司機也急出了一頭汗，猛踩油門，急診室的大門被一腳踹開。救命！醫生救命！周成抱着樂樂衝了進來，我正被同事拉着準備往外跑，迎面就撞上了周成。李文，救救樂樂，快救救他！我低頭看清了他懷裡那個渾身是冰霜的孩子，我手裡的聽診器瞬間砸在了地上。樂樂，我焦急地衝向被抱在懷裡的樂樂，一邊跑一邊喊，我的聲音像是被人硬生生掐斷了。那是我的兒子啊！早上出門前，他還摟着我的脖子親了一口，說要考個雙百給我看。現在他卻像一具沒有生命的破布娃娃。快上搶救床！同事們反應極快，一把推開我，從周成懷裡搶過樂樂。重度低體溫，心跳微弱，準備除顫。搶救室的門在我面前轟然關上，我瘋了一樣撲過去，拼命拍打着玻璃門。讓我進去！我是他媽，我要進去救他！一個護士抱住我的腰，把我往後拖。李醫生，你冷靜點，家屬回避原則你忘了嗎？我的心像是被放進了絞肉機，痛得無法呼吸。誰幹的？我突然停止了掙扎，聲音冷得像淬了毒的冰刀。我轉過頭，雙眼猩紅地盯着對面的周成。我兒子為什麼會在那個冰櫃裡？周成渾身一抖，他看着我吃人的眼神，突然抬起手，一個清脆的耳光狠狠抽在自己臉上。是我的錯，我為什麼信他？我為什麼要信他？他一邊打一邊絕望地嚎哭。你信誰？媽呢？他不是說樂樂在他旁邊寫作業嗎？他不是說樂樂在看他跳舞嗎？周成痛哭流涕，根本說不出一句完整的話。就在這時，走廊盡頭傳來了一陣急促的腳步聲。哎呦喂，我的大孫子！
孫桂蘭終於趕到了，她甚至連那身大紅色的演出服都沒換，手裡還緊緊捏着那把跳舞用的紅綢扇。我轉過身，死死盯着孫桂蘭，我的眼神像是在看一個死人。孫桂蘭被我看得有些發毛，往後退了一步。你這麼看着我幹嘛？我又不是故意的，我也沒想到他拿個雪糕就掉進去了呀。他越說越理直氣壯，試圖用長輩的威嚴來壓制我。我沒有哭鬧，也没有像潑婦一樣撲上去廝打，我只是極度冷靜的一步一步逼近他。你不知道，你走的時候反鎖了大门，你明知道他夠不到，明知道那个冰柜的蓋子有多重，你把他一個人鎖在家裡去跳你的廣場舞，這就是你說的不是故意的。孫桂蘭被我逼得連連後退，後背猛地撞上了冰冷的牆壁，她眼神閃躲，還在做着最後的掙扎。她乾嚎了2聲，試圖擠出幾滴眼淚，卻一滴也沒掉下來。我是他親奶奶，我還能害他不成？再說了，我這也是為了咱們小區的榮譽，去參加比賽。閉嘴！我轉頭看向站在不遠處跟着趕來作證的趙姨。趙姨，麻煩您把業主群裡的視頻打開。趙姨早就氣得渾身發抖，她二話不說，掏出手機點開了10分鐘前群裡剛發的視頻。視頻的聲音被調到了最大，歡快的旋律瞬間在急診室走廊裡回盪。視頻裡，孫桂蘭笑得滿臉褶子都在開花，對着鏡頭瘋狂比心。趙姨指着視頻上的時間戳：“小林，你看清楚了，這是3點45發的，而我3點半就在你家門口敲門了。我給他打電話，他直接掛了。”我接過手機，直接把屏幕懟到了孫桂蘭那張塗滿劣質粉底的臉上。看清楚了嗎？孫桂蘭，你跳得真好。我兒子在零下18度的冰櫃裡求救的時候，你在比心。孫桂蘭看着屏幕上的自己，臉色終於變了。不是的，我當時沒聽見電話。周成突然像頭發怒的獅子一樣衝了過來。你聽見了？我給你打電話，你說樂樂就在你旁邊，你騙我！媽，我每個月給你3000塊錢辛苦費，讓你帶孩子，你就是這麼帶的？孫桂蘭一看兒子也發火了，徹底慌了，她一屁股坐在地上，開始撒潑打滾。他一邊哭一邊用手裡的紅綢扇拍打着地面，那滑稽又醜陋的模樣讓我只覺得胃裡一陣翻江倒海。你沒錯，錯的是我，錯的是我瞎了眼。我蹲下身湊到他耳邊：“媽，你聽好了，如果樂樂今天沒搶救過來，我會起訴你過失致人死亡，我會讓你在所有親戚朋友面前永遠抬不起頭。”孫桂蘭的哭聲戛然而止，她驚恐地瞪大了眼睛看着我，似乎不敢相信平時那個溫順聽話的兒媳婦會說出這樣的話。你敢？你可以試試。我站起身不再看她一眼。就在這時，搶救室的門開了，主治醫生走了出來，摘下口罩。林醫生，孩子的心跳恢復了。我聽後腿一軟，靠在牆上，眼淚終於決堤而出。但是，醫生的話鋒一轉，讓我的心再次懸了起來。因為中毒、低氣溫和缺氧時間過長，孩子出現了嚴重的應激反應。他現在極度抗拒任何人靠近，需要立刻轉入 ICU 觀察。我連滾帶爬地撲向搶救床，樂樂被推了出來，他身上裹着保溫毯，臉色蒼白的像紙。他沒有睡着，眼睛睜得大大的，裡面充滿了驚恐和絕望。我顫抖着伸出手，想去摸摸他的臉。樂樂，媽媽在這裡。可樂樂卻像觸電一樣猛地瑟縮了一下，他用力咬着嘴唇，眼神空洞地看着天花板，聲音微弱的像蚊子叫，卻像驚雷一樣劈在所有人頭頂。媽媽，奶奶的舞跳完了嗎？我好冷。樂樂的話像一把生鏽的鈍刀，在我的心臟上狠狠來回拉扯。我捂住嘴，眼淚大顆大顆的砸在他的枕頭上。跳完了。我試圖去抱他，可他卻拼命往床角縮。別碰我，門推不開，好黑。他在那個密閉的冰冷的地獄裡徹底被恐懼吞噬了。周成站在一旁，看着兒子這副模樣，狠狠抽了自己一個嘴巴。而癱坐在地上的孫桂蘭，在聽到樂樂那句“奶奶的舞跳完了嗎”，整個人如同被雷劈中了一般，徹底僵住了。他手裡那把紅綢扇悄無聲息地滑落在地，
他引以為傲的領舞身份，他視若珍寶的面子和榮譽，在親孫子這句充滿恐懼和絕望的童言面前被撕得粉碎，露出了最醜陋、最自私的內核。孫桂蘭顫抖着嘴唇，支撐着站起身。樂樂，我猛地轉過頭，像一頭發怒的母豹子一樣護在病床前。你別叫他，你走，別在這裡刺激他了。孫桂蘭看着我猩紅的雙眼，又看了看縮在床角發抖的樂樂，她突然意識到了什麼，她是差點親手害了自己唯一的孫子。孫桂蘭猛地抬起手，狠狠扇了自己一個耳光，這一下比周成剛才打的還要重，她的嘴角瞬間腫了起来。我不是人，我对不起你们，对不起我死了。他连滚带爬地跑出去，蹲在走廊的尽头，發出了撕心裂肺的痛哭。這一次，他沒有撒潑，沒有推脫，只有深深的恐懼和悔恨。樂樂在 ICU 住了整整3天，這3天裡，我寸步不離地守在外面。周成也辭去了外賣的工作，整日整夜地蹲在走廊裡。孫桂蘭每天都會做好飯菜送來，但她不敢靠近，只敢把保溫桶放在護士站，然後偷偷躲在角落裡看。第4天，樂樂終於脫離了生命危險，轉入了普通病房。出院那天，周成去辦手續，我正在給樂樂收拾衣服，病房門被輕輕推開，孫桂蘭佝僂着背，小心翼翼地走了進來。她手裡拿着一個樂樂最喜歡的玩具。樂樂，看奶奶給你買了什麼？她努力擠出一個慈祥的笑，討好地湊上前。樂樂原本正在穿鞋，看到孫桂蘭的那一瞬間，嚇得連連後退。別過來，別把我關起來！奶奶不跳舞了，我聽話！樂樂驚恐地大喊，雙手拼命捂住耳朵。孫桂蘭臉上的笑容瞬間凝固了，她舉着玩具的手停在半空中，進也不是，退也不是，眼淚順着她滿是溝壑的臉頰流了下來。好，奶奶不靠近，奶奶走。他把玩具放在床尾，轉身步履蹣跚地離開了病房。回到家後，我和周成把那個冰櫃上了鎖。周成換了一份穩定的白班工作，每天按時下班陪樂樂。孫桂蘭包攬了家裡所有的家務，她不再去小廣場，也不再穿那些花花綠綠的衣服，她變得沉默寡言，每天變着法子給樂樂做營養餐。可樂樂依然不敢靠近她，只要她出現在客廳，樂樂就會立刻跑回房間，鎖上門。家裡的氣氛壓抑得讓人喘不過氣。直到半個月後，小區1年1度的廣場舞大賽決賽前夕，矛盾再次被引爆。那天周末，我難得休息在家，孫桂蘭正在廚房裡熬着骨頭湯。突然，樓下空地上傳來了一陣震耳欲聾的音樂聲，熟悉的重低音穿透了玻璃，震得窗戶嗡嗡作響。是孫桂蘭的舞友們，為了明天的決賽，他們把大音響直接推到了我們這棟樓下排練。我心裡猛地一沉，暗叫不好。果然，原本正在客廳搭積木的樂樂，在聽到音樂響起的瞬間，整個人僵住了。他手裡的積木散落一地，臉色瞬間變得慘白，呼吸開始急促。他猛地鑽進了飯桌底下，雙手死死捂住耳朵。我丟下抹布，衝過去想把他抱出來，可他力氣大得驚人，拼命抗拒着我的觸碰。樂樂，是媽媽，沒事了。我急得眼淚都出來了。廚房裡的孫桂蘭聽到動靜，舉着鍋鏟跑了出來，看到桌子底下瑟瑟發抖的孫子，再聽聽窗外那曾經讓她無比驕傲的舞曲，孫桂蘭的臉色灰白到了極點。她扔下鍋鏟，二話不說衝進了自己的臥室。再出來時，她手裡拿着那套她最珍視的領舞紅裙，還有那個代表榮譽的隊長袖標。她沒有看我，也沒有說話，只是紅着眼眶衝出了家門。我愣了一下，趕緊跑到陽台上往下看，樓下的空地上10幾個大媽正跳得熱火朝天。孫桂蘭撥開圍觀的人群，徑直衝向了那個半人高的大音響。哎，孫姐你怎麼下來了？快，就等你了！副隊長看到他，興奮地招手。孫桂蘭沒有理他，他走到音響後面，一把拔掉了電源線，刺來一聲，震天的音樂戛然而止，所有人都愣住了。孫姐，你幹嘛呀？馬上就總決賽了，大家伙兒都指望你領舞拿第1呢。就是啊，這音響可是咱們湊錢租的。面對眾人的指責，孫桂蘭沒有像以前那樣舌戰群儒，她深吸了一口氣，雙手捧着那套紅裙和袖標，當着全小區幾十號圍觀群眾的面，她深深地鞠了一躬，腰彎到了90度。對不住大家了，這舞我不跳了，以後我也永遠都不會再跳了。孫姐，你發什麼神經啊？這可是你最看重的比賽。孫桂蘭苦笑了一聲，眼淚奪眶而出。她把衣服和袖標塞進副隊長懷裡。我這輩子最要面子，最喜歡出風頭，可半個月前就因為我貪圖跳舞，差點把我的親孫子害了。我孫子現在一聽到這音樂，就嚇得躲在桌子底下發抖。我為了爭這個第1，連家都快沒了。現在我知道了，真把親孫子弄丟了，那才是我這輩子最大的沒臉。
這05誰愛當當之当，以后我只是乐乐的奶奶。说完，他转身擠出人群，頭也不回地走進了樓道。樓下鴉雀無聲，沒有人在抱怨。副隊長默默地把音響推走了。陽台上，我看着孫桂蘭那不再囂張，甚至有些佝僂的背影，心裡那塊堅冰突然裂開了一道微小的縫隙。她真的變了。孫桂蘭回到家時，樂樂已經被我哄着睡着了。她站在樂樂的房門外，透過門縫看了一眼，然後默默地走進廚房，繼續熬那鍋骨頭湯。晚飯桌上，氣氛依然沉悶。孫桂蘭把最嫩的肉挑出來，放在樂樂的碗裡。樂樂，多吃點長身體。樂樂看着碗裡的肉，又看了看孫桂蘭，她沒有像以前那樣直接把碗推開，而是猶豫了一下，小口地吃了起來。奶奶真好吃！孫桂蘭的眼睛瞬間亮了，激動的连手都在抖。哎，好吃，奶奶明天再给你做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孫桂蘭在盡力試圖彌補自己犯下的錯。這天周末，周成加班，我正在陽台洗衣服，突然聽到臥室裡傳來樂樂的驚叫聲。我心裡一緊，扔下衣服就往臥室跑。推開門，我愣住了。臥室裡那個巨大的實木衣櫃門大開着，孫桂蘭正整個人縮在衣櫃最底層。她一把年紀，骨頭早就硬了，縮在狹小的空間裡，顯得格外滑稽和吃力。她憋得滿頭大汗，卻努力對着站在衣櫃外的樂樂擠出一個滑稽的鬼臉。你看大孫子，孫桂蘭一邊說，一邊從裡面把衣櫃門關上。砰的一聲，裡面陷入黑暗。樂樂嚇得往後退了一步，可下一秒，啪嗒一下，衣櫃門被孫桂蘭從裡面輕鬆推開了。當當當當，孫桂蘭從裡面探出頭，笑得滿臉褶子。你看，門能推開的，奶奶在裡面呢，奶奶不怕，咱們樂樂也不怕。樂樂愣愣地看着他，孫桂蘭擦了擦額頭上的汗，又縮了回去。奶奶再給你變個魔術啊！他再次關上門，然後又推開。就這樣，他一遍又一遍地重複着這個枯燥又費力的動作，只為了向樂樂證明，封閉的空間並不可怕，門是可以打開的。你看，奶奶一點事兒都沒有。孫桂蘭從衣櫃裡爬出來，累得直喘粗氣。她小心翼翼地朝樂樂伸出手：“樂樂，你要不要來試試？奶奶牽着你，咱們隨時能出來。”樂樂看着那隻布滿老繭的手，他咬着嘴唇，猶豫了很久。終於，他慢慢地把自己的小手放進了孫桂蘭的手心裡。那一刻，孫桂蘭的眼淚唰地流了起來。她緊緊握住樂樂的手，哭得像個孩子：“奶奶對不起你，奶奶再也不離開你了。”樂樂沒有掙脫，他看着哭泣的奶奶，突然伸出另一隻手，輕輕拍了拍她的背：“奶奶，我不怪你了。”站在門口的我捂住嘴，不讓自己哭出聲來。我知道這個家終於要熬過寒冬了。轉眼到了立冬，北方的天氣徹底冷了下來。周成特意請了一天假，他找了2個收廢品的師傅，把儲物間裡那台老式冰櫃抬了出來。師傅，這玩意兒太沉了，你們當心點。周成搭着把手，和師傅們一起把冰櫃往外抬。孫桂蘭站在一旁，看着那個曾經差點要了孫子命的鐵疙瘩，她狠狠地往冰櫃上啐了一口：“趕緊拉走！”看着就晦氣。我牽着樂樂的手站在客廳裡，樂樂看着冰櫃被抬走，長長的呼出了一口氣。他抬起頭看着我：“媽媽，那個吃人的怪獸被趕走了，對嗎？”“對，怪獸被爸爸趕走了，以後再也不會有怪獸了。”冰櫃被抬到了樓下，陽光很好，灑在小區裡，暖洋洋的。趙姨正提着菜籃子往回走，看到我們一家人，她笑着打了個招呼：“喲，小林，周成賣破爛呢。”“是啊，趙姨，把家裡騰空點。”趙姨看了看站在我身邊的孫桂蘭：“孫姐，最近怎麼都不見你下樓溜達了？”孫桂蘭有些不好意思地搓了搓手：“嗨，不溜達了，在家裡給大孫子研究菜譜呢。”那感情好，樂樂看着都胖了1圈了。趙姨笑着走開了。孫桂蘭轉過頭看着我：“另外啊，她叫了我的名字，語氣裡帶着前所未有的尊重和小心。中午想吃什麼？媽去菜市場給你買。”我看着她花白的頭髮，想起這段時間她每天早起熬粥，半夜起來給樂樂蓋被子，想起她縮在衣櫃裡滿頭大汗的樣子，我心裡的最後一點芥蒂終於釋然了。媽，我想吃你做的紅燒排骨了。孫桂蘭愣了一下，這是出事以來我第一次叫她媽，她的眼眶瞬間紅了，連連點頭。媽，這就去買最好的小排。她轉身，腳步輕快地往小區門口走去。周成接完廢品的錢，走過來攬住我的肩膀：“老婆，謝謝你。”他看着孫桂蘭的背影，感慨地說：“謝謝你願意原諒媽，願意給這個家一個機會。”我白了他一眼：“我原諒他，是因為他真的知道錯了，並且在用行動彌補。但凡他還有一點死性不改，我早就帶着樂樂走人了。”
是，老婆大人英明。乐乐在旁邊咯咯地笑了起來，他一手牽着我，一手牽着周成。爸爸媽媽，我們去接奶奶吧，我想吃冰糖葫蘆了。好，咱們去接奶奶。晚飯桌上熱氣騰騰，紅燒排骨的香味彌漫在整個屋子裡。孫桂蘭不停地往我和樂樂碗裡夾菜，多吃點兒，你上班辛苦。他看着我，眼神裡滿是慈愛。周成端起酒杯，清了清嗓子，來，今天咱們一家人喝一杯，慶祝咱們家終於雨過天晴了。我端起果汁，樂樂舉起牛奶，4個杯子碰在一起，發出清脆的響聲。吃過晚飯，周成主動去洗碗，我陪着樂樂在客廳做手工作業。孫桂蘭坐在一旁，正在給樂樂織毛衣。電視裡播放着新聞，聲音開得很小，一切都顯得那麼寧靜，那麼溫馨。我看着這一幕，心裡充滿了感慨。那個曾經差點凍住樂樂的冰櫃，已經被賣到了廢品站。它曾經差點凍死我們一家的親情。好在慘痛的教訓，讓我們明白了一個道理：家不是講面子的地方，更不是用來爭強好勝的戰場，它是需要用真心去守望的港灣。媽媽，你看我疊的小船好看嗎？樂樂舉起手裡紙船，獻寶似的遞給我，我接過紙船，笑着點點頭。好看，樂樂真棒。孫桂蘭放下手裡的毛線，湊過來看。哎呦，我大孫子手真巧，比奶奶強多了。奶奶，等我長大了，我給你造一艘真正的大船，帶你去海邊玩。好，好，好，奶奶等着坐我大孫子的大船。我看着他們祖孫倆其樂融融的樣子，忍不住拿出了手機。來看鏡頭。我舉起手機，將這一刻定格。照片裡，樂樂笑得燦爛，孫桂蘭笑得慈祥，周成從廚房探出頭，臉上沾着泡沫，也咧着嘴在笑。我把照片發到了朋友圈，配文只有簡單的一句話：凜冬散盡，星河長明。很快，下面就收到了很多點讚和評論，其中一條是趙姨發的。一家人和和美美比啥都強。我看着屏幕，微笑着鎖上了手機。是啊，一家人和和美美比什麼都強。生活還在繼續，或許未來還會遇到磕磕絆絆，但只要我們心在一起，就沒有什麼過不去的坎。窗外夜幕降臨，萬家燈火亮起。我們家的這盞燈雖然曾經搖搖欲墜，但現在它比任何時候都要明亮，都要溫暖。媽媽，我困了。樂樂揉了揉眼睛，靠在我的懷裡。好，媽媽帶你去睡覺。我抱起樂樂走向臥室，孫桂蘭在身後輕聲說：晚安，大孫子，晚安，林婉。我停下腳步，回頭看着他。晚安，媽。